你知道人在沉睡的时候，头脑可以比清醒的时候更为活跃，甚至可以阅读和学习吗？你知道人能够在睡眠中预言战争和下一届的总统大选吗？而这个人因为上面这种特殊的能力，并且帮助了很多的人，实际的解决了很多的难题，而登上了当时《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而这个人在现实中运用了很多超自然的能力，为别人解决问题而被记录了下来。他还被社会各界的名人争先拜访。他可以在冥想中访问阿卡西记录，是一种号称记载着从古至今宇宙中所有事件的资料库。而这个现实与虚幻交叠在一起的神秘人物，就是本期影片的主角艾德加·凯西。我们将会知道他都有着什么样的特殊能力，他对世界的起源的解释，他有趣的人生和他对未来的预言。大家好，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我的频道主要跟您唠叨一些科学玄学、世界未解之谜，各种都市传说、神奇人物传记、古今中外的预言家和穿越者的故事，这也是这个频道的主要风格类型。其实说到最后都是我自己感兴趣的，我的每一期影片都准备了很久的时间。如果您对我说的这些内容也很感兴趣的话，您帮我点一个关注，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如果担心没有时间观看，可以先点个赞收藏起来，有时间呢坐下来之后再慢慢看。回到主题，艾德加·凯西他是一位美国的预言家，他的能力简单的说就是能够在睡梦中对关注的目标进行治病和预言。很多名人像是胡迪尼、玛丽莲·梦露、托马斯·爱迪生、尼古拉·特斯拉，就连威尔逊总统都曾经是他的客户。那么怎么能够证明他的事迹呢？那证据可就太多了，他自己就至少留下了14000份的文件记录，更别说当时各界的社会名流还有各种报刊杂志对他的解读。爱迪生和特斯拉就曾经说过，他能够在睡梦中记住你在他睡着的时候的一切行为，包括读书啊、交谈之类的，并且在醒来之后，他可以完整的叙述出来。你说这神不神奇啊？当然啊，这里提一句，爱迪生和特斯拉他们两个不是一起去的，他们两个是死对头。关于他们的故事啊，可以看我上一期影片《来自火星的发明家》。艾德加·凯西被当时的人们称作为沉睡的先知。他的记录文件里面不仅仅描述了他看病和预言的能力，他还详细的记录了他对亚特兰蒂斯文明的深入研究，冥想的力量、梦境的重要性和生命轮回的概念。这一期的脑洞有点大，我们后面会详细的展开讲解每一部分的详细内容。也就是说，他这个人神奇的地方啊，不仅仅是拥有一些超能力，还能在恍惚中进入一种高我的状态，对世界进行描述，给很多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进行了一些玄幻但很合理的描述作为参考。请原谅我把内容安排成越到后面脑洞越大，一方面为了让故事的描述更加立体，另一方面这个小频道还是起步阶段，真心希望你能够多停留一会儿，这样这个小频道才能多增加几次展示的机会，给更多的人看到。他发现自己这种特殊的能力啊，是在他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的玩具车丢了，他找了整整半天都没有找到，他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个思绪啊，就带着他飘离了这个房间，飞到了院子里面的橡树下面，而玩具汽车就在橡树下面的草丛上。他一下子就醒了过来，然后马上去橡树下面寻找，果然就找到了。之后他还尝试过，他能够在睡着之后读出桌面上特意把花色扣在下面放置的扑克牌。如果让别人事先写出一封信，他能够仅仅想到这个人就能够读出这封信的内容。后来他能够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他能够帮助官方侦破谋杀案，寻找失踪人口，甚至还能够诊断疾病。而他仅仅只接受过8年的教育，也没有接受过医学上的培训。艾德加·凯西这个人啊，他出生在1877年3月18日，地点是肯塔基州的克里斯蒂安县。他的父母是做小本买卖的，经营着一家卖干货啊、杂货的店铺。而他的这种特殊能力，后来人们就分析，可能是和他小的时候的一次意外事故有关。有一次他在学校的课外活动中，意外的被一只受过辐射感染的蜘蛛咬伤，从而获得了吐丝的能力。我好像说错了，这是蜘蛛侠哈。艾德加·凯西在他3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自己在外面玩，他爬到了一个篱笆上，然后手没有抓住，掉了下来，就头朝下撞到了一块有钉子的木板上，那颗钉子刺穿了他的颅骨，扎进了他的脑袋里，想象一下就很痛苦。他的父母吓傻了，马上就开始检查伤势，结果令人惊讶的是，艾德加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大碍，家里的人就小心地把钉子取了出来，
涂上了点松节油，把头上缠了几圈纱布，基本上就处理完了。这要是放到现在，怎么不得去趟医院做一个手术才能完事儿？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无法确定这次事故是否对他留下了长期的脑部损伤，或者对埃德加的大脑发育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有很多人就认为，他平时的那些特殊能力很可能就是和这次的事故有关。这次头部受的伤很有可能刺激了他大脑中的松果体。关于松果体的概念，以后我们会专门展开和大家讲，因为这里面的门道也很多。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时的大脑主动思考和逻辑运算是通过叫做理智脑的一个分区进行的，计算速度不高，每秒40多次。而大脑中还有一些控制我们的梦境啊、潜意识行为的，被称为本能脑的分区，它的运算速度能高达每秒1000万次，而且它无时无刻不在处理信息，就算我们在睡觉中，它也在工作。埃德加·凯西是家里面5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打小他就表现得十分的安静，他的好奇心很强，善于观察，总喜欢自己玩，但是他却跟父母讲，他其实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玩耍。他就说啊，在自己家里边的小花园里边有很多的小精灵和他一起玩。他的父母肯定是不信，他却特别坚定地说这是真的，大概有7、8个左右，年龄呢和他都差不多，而且每个小精灵都有名字、背景和特殊的个性。听埃德加叙述，这些小精灵在他的前半生陪他度过了很久的时光。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说这些小精灵啊不会被雨水淋湿，即使是他们一起淋雨，最后淋湿的只有他自己。后来人们就分析，这是不是他得了一种精神分裂症的表现。如果你了解这种疾病的话，就会知道这些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经常会分裂成多种的人格，而且每一种人格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并且还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呢，等你看完这期影片，你就会发现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几年之后，他父母经营的店铺经营不下去，就关门了。他们搬到了乡下，和他的祖父一起住。埃德加和他的祖父关系特别的好，他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件事让人十分的不解，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他的祖父去世了，全家人都很伤心。唯独和祖父关系最近的埃德加，他看起来似乎和平时没什么区别，很快就接受了祖父去世这个事情。大家就认为埃德加这个孩子啊，就和大多数的小孩不一样，平时就很内向，还经常思考一些奇怪的事儿。有可能他对伤心的表达也和正常的小孩不一样吧。葬礼过后不久，埃德加的父亲就发现，打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经常独自去谷仓里面玩，而且总像是和谁在交谈。家长也是怕孩子万一有什么危险，有一次父母就偷偷的跟着他，看到他去了谷仓，就问他你来这儿干什么呢？而且在和谁说话？他说他在和自己已经去世的祖父聊天，而且说了很多具体的他祖父给他讲的故事。一开始父母肯定是不信，但是听了他叙述这些内容啊，里面有很多包括南北战争、埃及的起源、波斯帝国的崛起等等，这一下子把他父母就听傻了。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小孩子凭自己想象就能够想象出来的。那这件事儿在家里慢慢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多。后来他的姑妈就知道了，就跟他的父母说，你们应该带孩子去看看医生，或者是找个牧师替他看看，他是不是被恶魔附身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家里面的孩子们都不敢和埃德加一起玩耍，因为他经常讲自己能够看到小精灵。你说家里边的人1次2次可以，时间长了谁敢和他聊天？就是因为周围的人从来都没有人相信过他的说法，他和别人分享这些经历的兴趣也就越来越低了。埃德加12岁入学之后就显得特别的孤僻，因为同学也都听说过他经常能和鬼魂交谈，就都远离他。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阅读上面。他特别喜欢读圣经，甚至把它读过几10遍。教区的牧师就很喜欢他，甚至他还被任命了一些教堂的职务，主持一些祷告、清扫和维护的工作。埃德加也是很用心的在做。一天夜里，他在熟睡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睡梦中，他仿佛被一道强光惊醒，朦胧之中，他看到一个发光的身影。他刚开始以为那个身影是他的母亲，后来意识清醒之后呢，他发现那个并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年轻女子。凯西因为很喜欢读圣经嘛，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哦，这不就是天使吗？天使就问他，你最想要什么？凯西就说，我想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天使微笑着看着他，说他的祈祷已经被听到，他会如愿以偿，然后就从光亮中消失了。凯西先是愣了很久，慢慢的他就觉得
这也许就是他自己命运的启示。他要为上帝工作。在见到天使不久之后的一天，埃德加的老师向他的父亲告状，说凯西这个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不认真的听讲，作业也没有写完，老师给安排背诵的课文和单词也没有背。他的父亲一听马上就气炸了，就把凯西拉过来就是一顿训。但是就在这时，那个前几天出现过的天使这时候又出现了。天使就告诉凯西说，你跟父亲说一下，你睡一会儿，等你睡醒了，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凯西当时就觉得他爸这时候正在气头上，他要是再这么一说，肯定是挨一顿揍，肯定没有跑。但是看着天使认真且带有喜悦的表情，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所以他就照做了。凯西就请求他爸说让他休息一下，他保证一会儿他睡醒之后呢就开始背诵。这样凯西就趴在书本上睡着了，直到父亲喊醒了他，发现他一直在睡觉，正要跟他发火。这时候却发现醒来后的凯西直接就非常流畅地把整篇课文背诵了出来，并且开始动笔写作业，结果也是非常的准确，没有错误。父亲就在非常惊讶的同时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凯西就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可以在像是入睡的情况下轻易的就能完成这件事儿，而具体的过程自己也弄不清楚。从此之后他只需要趴在课本上睡一觉就能记住整本书的内容。是不是感觉谁有了这种能力都能变成天才？所以每次他都能把书本的内容完整的记在脑子里。就这样，埃德加几乎算是在梦中度过了一个学期，一下子就从吊车尾变成了学校中最好的学生。如果他当时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他肯定会成为某一个领域非常杰出的人才。但是呢，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允许，因为家里穷嘛，兄弟姐妹又多，所以埃德加他基本上只读了初中的课程就辍学，开始寻找工作。因为父亲的工作也一直不稳定，难以维持家庭生活，之后他们开始频繁的搬家。他的母亲生下了另外一个儿子，但是10天之后就去世了。而埃德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肺炎也去世了。似乎这些生活上的打击就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看不到那些小精灵和他的祖父了。埃德加20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杰特鲁德·伊文斯订了婚。订婚之后的凯西并没有稳定的工作，为了赚钱养家，他就选择了一些杂工来做。可能是因为工作的时候压力太大，他患上了一种喉炎，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直到后来他都不能正常说话了。医生尝试用了各种各样的药物和方法都无济于事，就连他自己也觉得能恢复说话的可能性几乎已经没有了。这样的状态就维持了几乎1年的时间，直到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一个催眠师，他就尝试了一下用催眠的方式进行治疗。死马当活马医嘛，看看有没有作用。于是催眠师把凯西催眠之后，通过暗示尝试让他的病情得到缓解，就发现的确有效果。就在他被催眠的时候，他竟然能够开口说话了。但是一旦醒来之后呢，就不行了，又不能说话了。催眠师就说，你的喉咙确实有炎症，但是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心理作用引起的，建议他去看看心理医生。之后凯西来到了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医生在了解完他的情况之后也是对他进行了催眠，让他进入潜意识的状态，并问他你自己得了什么病。这时候的凯西突然好像又获得了小时候的能力，凯西就开始回答，并且口吻并不像是凯西本人，而是一个旁观者。他说这个人的病本质上是精神因素，是因为压力所致，告诉了医生怎么治疗，并且说要开始调整整个身体的能量集中在喉咙部位，来彻底消除炎症。话刚说完还没有多久，马上凯西的胸部和喉咙部位就开始发红发热。医生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了别的什么症状。在催眠中的凯西却回答说，不用担心，这是治疗他疾病的最好的方法。而且他在被催眠中所说的话，不仅全程对自己的身体使用第三人称，还对自己称为我们，就像说话的人是一个医疗团队一样。几分钟之后，他的皮肤颜色恢复了正常，自己就从催眠中醒了过来，而且喉炎的疾病也消失了。这就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催眠治疗能力的展现。这一天的日期是1901年3月30日。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了他的催眠解读的生涯。他只要躺在沙发上，让自己进入一种马上入睡的状态下，就能够感知一些他通常清醒的时候感知不到的东西。这种感知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冥想状态。之后凯西就开始用这种方法帮助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帮助人找丢失的东西、预测赛马的结果、股市的涨跌和帮别人看病。他还能够直接透视对方的身体，直接看到对方身体存在的问题。慢慢的，找他解决自己问题的人就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这时候，他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戴维斯，是负责记录凯西在催眠状态下解读内容的记录员。他不仅仅是只负责记录，而是通过理解破译凯西解读内容的含义。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凯西这个传奇人物给世界留下的14000多份的解读记录。虽然凯西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他觉得对别人的帮助和治疗是天赋赋予他的能力，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都不应该收取对方的财物，这让他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一旦他解读涉及到金钱和利益的问题，比如说赛马的结果和股市的涨跌，他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让自己几天之内都丧失解读的能力。所以之后呢，凯西就不再帮助别人解读关于利益的问题，他就认为这违背了当初天使的旨意。但是之前解读过的一些资料中，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个商人向他询问过地下油田的位置的问题，凯西向对方提供了一个地点和具体的挖掘方案的细节。记录里面就说凯西想帮助他挖出石油，从而让自己获得建造医院的启动资金，因为他想帮助更多有问题的患者解读疾病嘛。商人也的确按照他的方案挖出了石油，赚了很多的钱，并且资助了凯西建造医院的计划。但是因为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医院维持了不到3年就关闭了。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解读，让很多的资本家就争先恐后的来拜访凯西。凯西也在后续的解读中发现了很多地下石油、煤炭，还有贵重金属矿脉，积累了大量的声望。很多顶级人物都寻求过他的帮助，比如说爱迪生、威尔逊总统、玛丽莲·梦露、特斯拉、乔治·莫兰迪、洛克菲勒等等。这些时代精英的出现，让凯西登上了当时的《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标题上就写着世界上最神秘的人。埃德加·凯西最重要的2个方面的解读之一，就是在医疗方面，另一个方面可以理解为他对于人类起源问题的解读。单说医疗方面，在埃德加的记录中就曾经提到一个16岁的小男孩，因为车祸伤到了脊椎，造成了下体瘫痪，他的妈妈也是走投无路，带着孩子来到了埃德加这里。凯西进入冥想状态之后，看到了这个男孩前2世的转世情况，其中有一世他是一个罗马士兵，而且当时正在欺凌基督徒，前世的他就用手里的剑刺伤了基督徒的腰部，所以这个青年是带着前世的罪业轮回转世，再次来到这个世界。这种情况下，凯西表示他完全无法干预。另一个年轻人得了严重的贫血症，而这个青年的前世是一个统治者，他在前一世曾经在秘鲁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流血事件，所以到了这一世他也要偿还这些罪业。不过因为他的前一世的罪行不是特别的罪大恶极，凯西还是能够给出一些治疗方案，并且最终治好了他的贫血症。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在凯西的叙述中，他就说有很多前来找他解读的人得的病都是当前医学中无法治愈的。奇怪的是，一旦他遇到了这种情况，当他进入冥想状态之后，他就会穿越时间，去未来科技发达的世界寻找治疗的方法。在1905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建筑工人衰落导致腿骨和膝盖骨骨折，当时的医疗技术基本上是没法完全治愈这种外伤的。他就找到了凯西，凯西就给出了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在患者膝盖以下的部位打上几根钉子固定骨骼，这听起来是很合理，但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治疗方式没有人尝试，基本上是和疯子没什么两样。伤者呢是很害怕，但是他想到了凯西的能力和以前的业绩，就很果断的就相信了他。几个月之后，他的腿骨就愈合了，而且愈合得很好，基本上是完全康复了。凯西在回述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说，他当时知道患者骨折的症状之后，他在进入冥想的状态下之后，他就去了未来的世界，观察了一次骨折的外科手术。当时就是有医生用钉子固定那些受伤的骨骼，然后再用稳定的装置保护起来，保证受伤的部位不会受到外力移动位置。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听起来就很不可思议，却又合情合理。另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就是凯西这个人的妻子曾经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就是肺结核。这是一种在当时甚至在未来几十年之内都不会有很好的治疗方法的一种疾病，所以凯西就尝试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的妻子，看能不能获得有效的治疗方案。但是这次的解读内容并没有被记录下来，
因为负责给他记录的这个戴维斯在那个时间点还没有出现，所以这次解读的过程是通过他儿子的叙述我们才知道的。他儿子就说，当时他父亲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把各种他要求的药物放进一个桶里面，然后在桶里面掺入苹果酒。就别说在当时了，就放在现在来看，也很像是巫婆炼制各种奇怪药水的配方。但是神奇的是，凯西的妻子在服用了这种奇怪的混合药剂2天之后，自己的病就逐渐的得到了好转，几个月之后就完全康复了。虽然这种药剂的配置和治疗过程仍然是一个谜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妻子的确曾经患有肺结核的病，也的确最终得到了康复，这些信息是能够被证明的。凯西曾经说过，大自然中有很多能量能够治愈疾病，只是大多数的人无法发现，只要能够发现这些能量，就有很多的疾病都可以直接治愈。接下来我们来说凯西的预言。在预言方面，他曾经准确地预言了2次世界大战的事件，还有印度战争、美国金融危机以及以色列的建国，甚至他还成功地预言了美国有2位总统会在任职期间离世，他们就是罗斯福和肯尼迪总统。因为它涉及到预言的数量很庞大，所有被记录过的预言的总数有上万个，而实现了的预言只占一小部分。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很多的学者在解读它并未被解开的预言，所以这些预言的准确性大家可以自行的推断。凯西对亚特兰蒂斯和生命起源的解读。凯西说，人类这种智慧生命最早不是来自地球的，而是来自1000万年前的一个叫做阿卡西的地方。那时候的生命体不像地球上的生命这样是有实体的，那些生命体是一种灵体的存在。在地球形成生命体之初，这些灵体就已经来到了地球，它们只是一种以观察者的身份生活在地球上。在很多年之后，这些灵体就觉得地球孕育出了足够多的生命形态，能够提供适宜智慧生物生存的条件了，所以有很多的灵体就依附在地球上的各种生命体上重生了。这也改变了原本一些动物的外貌，其中有一些动物变成了牛头人身、狗头人身、美人鱼、人头蛇身的智慧生物，就像曾经出现在各种神话故事里面的神灵一样。他们曾经就在地球上繁衍出很高级的文明，他们在地球上经历了无数次轮回之后，有很多个个体就忘记了自己是作为灵体的存在，开始享受于地球上面的物质生活，逐渐的堕落。直到20万年前，有一个叫做阿米留斯的灵体开始干涉地球的智慧生命。阿米留斯也是第一批随着这些灵体来到地球上的，但是他和其他灵体有所不同，他没有进入地球生物的生命体中，而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一直在观察这些灵体和生命体融合之后的各种行为。他这个时候就想拯救那些只贪图享乐的堕落的灵魂，让他们的灵魂找回自我，回归阿卡西。所以阿米留斯转世了，他去了一个叫做亚特兰蒂斯的地方，而且拥有了一个人类的名字，叫做亚当。他变成了第一个转世之后仍然纯洁的灵魂。他这个人完全没有私欲和物质需求，所以他把亚特兰蒂斯塑造成了地球上第一个伊甸园，并且把人类分成了5种肤色：黑色、红色、棕色、黄色和白色。而这5种肤色里面，红种人成为了留在亚特兰蒂斯本土上最多的一种人群，并且把亚特兰蒂斯的文明等级带到了科技文明级别。阿米留斯就借助科技带来的条件，就唤醒了前一批与地球生命体结合的灵体，也就是那些与动物混为一体的生命。他将这些迷失的灵魂送回了阿卡西，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并不想离去，而是想继续留在地球，所以又转世成了亚特兰蒂斯人。从5万年到28000年前，亚特兰蒂斯经历了2次巨变。因为阿米留斯走后，生活在亚特兰蒂斯的灵体就慢慢的又开始贪图物质的享乐和欲望的膨胀，再一次堕落了。他们滥用地球的资源，导致地磁的转换，而且这个转换的过程十分的迅速，就是在地磁偏转到一定角度之后，到达偏转的临界值，然后南北迅速的翻转。所以这种巨大的翻转力量就带来了灾难，亚特兰蒂斯文明也因此而毁灭。这也是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事件。幸存下来的亚特兰蒂斯人带着保留下来的科技，来到了一些新的地方重新繁衍，所以他们就创造了埃及和玛雅之类的新文明，也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远古文明。在艾德加·凯西的解读记录中就说，亚特兰蒂斯存在的证据至少有3份。第一份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神庙中，
等到一个特定的时期，海平面会上升，那时候人们就会知道亚特兰蒂斯的一切。第二份在玛雅金字塔里面，考古人员会在一次发掘中发现亚特兰蒂斯的秘密，但是这些秘密会被少数的群体隐蔽起来，不会被公众所知道。那第三份呢，就在埃及狮身人面像的爪子底下，因为狮身人面像被现在的科学家用仪器探测过，确定了里面的确有很大的中空部分和一些通道，就连通道的门大概位置都已经找到了。但是因为种种宗教的原因，埃及政府一直拒绝考古人员打开狮身人面像的秘密通道，所以以上3个证据的解读，我们目前还是没有实质的证明。埃德加·凯西说，实际上其他的线索还是有的。他说，在1968年到1969年之间，在北大西洋的一个群岛上面会出现亚特兰蒂斯的残骸。结果就在1969年，人们在这个位置发现了比米尼大墙和比米尼遗址。经过科学家的考证，这的确是史前留下的人造物体，而非天然形成。但是如果你不去考虑凯西的预言的话，这个人造物或者叫做遗迹，它和任何的其他人类活动的痕迹或者文明都联系不上。凯西还预言了地球上的智慧文明，也就是人类文明，会在2012年迎来一次新的变革。玛雅人曾经对2012年有过一个预言，人们称其为末日预言。但是解释一下，其实并不是末日啊，而是人类的另一次进化。因为进化的形式和变化巨大，目前人类是无法完全理解的，所以被人们解读为末日。在2012年之后，来自亚特兰蒂斯和雷姆利亚的一些高级灵体会重新来到地球上，带来更超前的思想变革和科技的突飞猛进，会把人类带向更高的维度。其实说回来，上面提到的灵体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灵魂。如果理解这次新的变革会把我们带到更高的维度的话，看过我之前的影片罗斯威尔事件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有很多的解释都是相通的。灵体这种物质是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的，而作为实体的肉体并不能够。灵体它不受物理世界的约束，提高维度可能只是带走了我们的灵魂，而肉体很大概率是被抛弃了。所以我们解读玛雅预言里面2012年世界末日的时候，只理解了肉体的消亡，并没有理解灵体升级到了更高的维度。而凯西的解读中，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灵体本身就是来自更高的维度，他们来到我们的地球是一种降维的行为，使用人类的身体作为学习的模具，灵魂能够通过不断的重生和积累知识与经验，从而不断的完善自我。历史上有很多的先知，比如说耶稣佛陀、老子，这些人物本身都是来自更高的维度的灵体，他们来到地球是想拯救在3维世界迷失的其他的灵体，把他们带回到高维度的世界中。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在一个阴暗的小屋里面生活，日复一日，从来都没有出去过。如果有一天一个人突然打开了门，来到了外面的世界，他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更加美好，更加宽阔。而如果再从高维回到低维的空间，就像从明亮的户外回到漆黑的小屋里面一样，甚至比这更加的难以接受。因为简单的理解一下，3维空间就像是高维空间里面的一张纸片一样。你想象一下，降低维度对空间的感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它可能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压抑的幽闭感。所以这些开悟了的灵体能够选择回到小黑屋里面，拯救其他堕落的族人，寻找返回高维空间的方法，是一种十分伟大的行为。他们不仅要保证自己不会在返回之后同样堕落，还要引领这些迷失了的灵体寻求光明。而这也是为什么高维空间的灵体来到地球迟迟不会降生到地球上和生命体结合的原因。凯西说，这种圣人解救世人的行为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从古代到现代，我们眼中的圣人，比如说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几乎全都出生在相近的年代里面。我们所知道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科技崛起等等，一般都会在同一个时期同时出现很多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顶级的天才就像商量过一样，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年代里面，而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这也是高级灵体存在的最合理的解释。以上就是凯西对人类起源、亚特兰蒂斯文明、埃及和玛雅文明、灵魂本质的一些解读。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他对未来的解读。第一个，他说人类未来的医疗会出现一种超自然的能量，这种方法可以治愈很多疑难杂症。第二个就是生命有轮回转世的概念，它会慢慢的被科学证实，被大众所接受。
第三个就是未来世界的焦点会从西方转向东方，东方将会崛起，并且诞生一个孕育救世主的国家。第四个，人类的各种信仰最后都会趋同，而这个统一的信仰叫做太一。其实这个名称听起来就很接近我们的道家，而他们的解释也很相近。它是宇宙万物本源的一种解释，也可以理解为天地未分、万物混沌的一种状态。第五个，随着科技的进步，各种古老文明的遗迹会被人类发现，人们对于古代和上古时期的认知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第六个，基督再临，意思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地球上会迎来一次新的地磁翻转，同时带来的地震、海啸、火山、飓风几乎会摧毁绝大多数的生命，而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新的圣人来拯救世界，而这个圣人他来自地外，是一个外星人。反观我们地球的现在，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正在经历他所说的地磁翻转的时期？最后提醒大家，上面叙述的所有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无法严谨考证的都市传说，所以大家听得开心就好。最后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是一个初创的频道。在我准备完稿子录制之前，我的频道里面只有25个朋友订阅了，所以你的关注对于我来说十分的重要。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我们下期再见。所以他把亚特兰蒂斯塑造成了地球上第一个伊甸园。